可可托海，我来啦！这里是新疆的可可托海啊，那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把这个景点唱火了。今天开车过来玩一下，正好今天的天气也不错，蓝天白云，也不晒啊。走，带大家去看看这个著名景点，好不好玩？走，先去那边买票。这个地方是售票处啊，看一下这里的门票是多少钱。景区门票现在90，区间车票26，然后成人票、学生票，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13块钱。我从网上买的啊，只需要98块钱，美团上就可以买。从这里进去坐那个区间车。这里是边境地区，不能飞无人机的。另外来这个景区啊，不需要办理边防证。坐它景区的这个区间车就不需要办理边防证啊。坐这个小车，出发喽！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一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这里有一个大峡谷的全景游览图啊，先对着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景区里面有些什么景点，怎么坐车。这里是入口的地方，买票进来以后坐区间车，坐到中山停车场了。中间这个路呢，全都是坐车的，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坐车30分钟左右啊，到了中山停车场就开始往峡谷里面走了。这边就是核心区，走个1.5公里左右啊，又开始坐车了，坐个20分钟左右吧，就到了这个骆驼峰了。这一段距离徒步的话是7公里，骆驼峰下来再往前走，可以走到瀑布那里，然后就原路返回了啊。瀑布就不能往前走了，再走就出国了啊。然后就原路返回了。好，这就是整个景点的线路。坐了半个小时车到这个神中山停车场了啊，从这里开始徒步进入这个峡谷了。这里风景很漂亮，在这里拍个照。可可托海其实不是海，它是额尔齐斯河的大峡谷，后面这条河就是额尔齐斯河，它是国际性的河流啊。发源于这个地方，往前流到哈萨克斯坦，流到俄罗斯，最后注入北冰洋了。这个河呀，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流到北冰洋的河流。这个地方确实是很漂亮，走，带大家到这个峡谷里转一转去。哇，今天的游客不是很多，河水非常清澈啊。在这河边走一走，沿着这里走到峡谷深处。沿途有好几个拍照点呢，景色都很好。这条河的旁边种的全都是白桦树啊，白桦林，它的树皮是白色的。昨天我刚来的，发现这些树都是长得歪着的，居然不认识这个树呢。这河流确实非常的清澈啊，河水很凉的。这就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了。一个雕像，这里并没有海，但是有一大片的草场。可可托海它是哈萨克语言，
翻译过来就是绿色的草坪这个意思。小李已经在那里陶醉了，小李。这里到了一个景点叫神中山，说的就是后面这个山。从这里看呀，像一口巨大的钟一样，天然形成的。这个落差365米，太高了。它这个山壁啊，非常的光滑，太神奇了。这下面还有人在录歌呢。峡谷里面有一座吊桥。下面的河水非常湍急啊，声音也非常大。这个泛着白色的浪花，景色确实很美。啊，对面那个山啊，好光滑的一整面石头，这边也是，在两座大山的中间夹着一个峡谷。从这里进去，这条河的两边全都是白桦树，还有杉树。杉树又分冷杉和云杉，怎么样区别它两个啊？大家看这个杉树的枝条是往上翘的，它就是云杉。你看后面这个树的枝条是往下垂的，它就是冷杉。有意思吧？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它们都长在这个河流两岸。看前面那个山壁，它那个表面上呀，好多像蜂窝状的一样，这个东西就像麻子的脸一样，所以叫麻子壁，挺有意思啊。现在到的这个景点叫瀑布沟，就是一个小型的瀑布。在小亭子那里买了一个手抓饼吃，加鸡蛋的是15啊，然后矿泉水是5块钱一瓶，一共是20。早上我们就简单吃了点，现在都饿了。走到瀑布沟这里了，再坐这个电瓶车进去啊，7公里呢，走不动了，还是坐车进去吧。坐车往返10块钱一个人。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坐车到达神鹰峰了，看那个山顶上那个像不像老鹰啊？所以叫做神鹰峰。从这里继续往前走，还是山谷中。走到那个河边玩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鄂尔齐斯河的温度啊！哇，非常凉这个水。这里好多矿石的。也许我随便捡一个石头就是一个矿石。可可托海的矿是非常有名的啊。嘿，哈哈哈，看那个水多么的碧绿呀，就像翡翠一样，太绿了，景色很美。给我来个合影来。对，那里有一个瀑布。快来！哇塞，太漂亮了吧！瀑布汇入这个河流了，那里就是上游，那边是它的源头啊。哎呀，心旷神怡来了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喀拉卓勒瀑布，这里的海拔1459米啊，这都是高山融雪流下来的瀑布。然后再往前呢，这个景区就不能往前走了啊，游客止步了。从这里再往前走个40-50公里就出国了，就到了蒙古国了。然后这里和俄罗斯挨得也很近的。然后这边可以骑马。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大家好，我现在在新疆科克托海，今天到这个矿山公园玩一下。这个地方是采矿留下一个巨大的坑。科克托海不光有牧羊人，还有这个矿呢。走进去看一看吧。这个地方门票是80块钱，包含门票里面的区间车，还可以下那个矿坑里面、矿道里面去体验一下当时采矿工人的那个采矿的过程啊。这里有好几个矿坑呢，我们主要看的是3号脉这个矿坑。这个坑也被称作功勋矿坑，就是这个坑啊，给中国还了47%的苏联外债。然后2弹1星啊，也有这边出产的矿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哇，从这里看一下它的全貌，太壮观了。看这个坑啊，一圈一圈的这样，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以前这里是绝对的机密，地图上都没有这里的，代号是111工程，现在让人开放参观了啊！哇，这里真是一览全景啊！一会儿坐车到那上面还有一个矿洞，走到那个洞里面去参观的啊。先在这里看这个矿坑。坑底是一潭水，那应该是雨水吧，或地下水，水呈那个深蓝色啊，就像是九寨沟那个水似的这种颜色。这个矿坑太巨大了，太壮观了，必须合张影啊！哈哈哈哈。这是可可托海3号矿坑，这里曾是国家的顶级机密和顶级财富。这个大坑曾为祖国偿还苏联20多亿元外债，已经提炼过的废渣都让日本垂涎3尺。眼前我们看到的是深143米的矿坑，而谁能想到它原本是垂直高度160多米的山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间使用过的铍来自这里；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使用过的锂来自这里；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间所使用过的铯来自这里埋藏着一代人的忠贞。现在坐车要出发了，开车了，就在这个大坑边上呢啊，沿着这个坑一圈一圈的往上走了，一会儿开到山顶。哎，还有那个，哇，从这里看得清楚。还有，坐车下来了，这个是半山腰，这里有一个矿洞可以进去参观的。他们在这里是一个团队在拍照呢。来，我和小李一人租了个这个棉大衣。小李，哎，看这里，呵呵，今天这么热的天气要租大衣进去。看这个就是矿洞的入口。哇，从这里进去，据说里面特别的冷。哇，站在这个洞口，阴风阵阵，已经从里面吹出来了，好冷啊！必须得租个大衣啊。这个矿洞是1949年由这个阿伊果兹这个人发现的矿洞，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全长800米左右，走一圈呀，半个小时。这里面温度是5度左右。哇，已经进洞了。这16年才开放的这个矿洞参观啊。走到一个洞了，你顺着我手电可以转到里面，出现了这种深灰色的岩石啊！你看，这全是岩石。这种岩石我们称它为灰长岩的废石。所以说，作为采场的话，它这个矿石这种厚度啊，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最简单的来说，就是没有开采的经济价值，因此它只作为这种探矿巷道，而没有作为采场进行大规模的开采。现在我们顺着这条矿脉往里的延伸，往里走，注意自己头，后面走快一点。注意头啊，注意头，头的不要大个子。这个洞宽2米左右，洞高也是2米左右。大家看
一下这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当时我们主要以钽、镁、铯、锂、锑以这5种稀有金属为主，最早都用于咱们国家顶尖的军事工业以及我们的航空航天的。因此，在那个年代，科克托海是咱们国家的顶级机密之地，这特别硬。咱们大家来到看一下这个洞的上方，这都是石英啊，哇，全都是。这是因为在1960年，苏联人单方面撕毁对华经济援助协议，并要求咱们国家在1965年偿还全部的外债。当时咱们国家主要借外债的原因就是抗美援朝所需要的军费啊。在那个年代，你说用农副产品来偿还的话，那就咱们国家还会饿死很多的人，因为60年到63年，咱们国家正好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啊，所以中央才经过慎重考虑，用这里的稀有矿石向苏联偿还了全国欠苏联外债的47%啊，所以被誉为咱们共和国的功勋矿、英雄矿的啊，这是。这个是什么通道呢？我把它称作安全通道、逃生通道啊。大家应该知道，在井下作业随时都会发生那种危急时刻，比方说塌方呀、冒顶这种危急时刻，我们人员从哪里疏散撤离呢？在井下采矿，包括现在的地下采矿业啊，它都是顺着这种矿脉的延伸。里面的矿车从这里顺着轨道啊，就跑到这下面去了。这个矿洞里面一共有上下6层呢，我们现在参观的只是其中的1层。继续走，今天人比较多，灯光比较亮啊，这里面。大家在这个墙壁上看一看，像这种条状的，你看这种花色的，这是什么呢？锂辉石，大家知道干什么用的吗？对，都有手机啊，有相机啊，里面的锂离子电池、锂元素啊，就从锂辉石里提取的。这种锂，它俗称工业的味精。这个铍啊，我们国家的储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世界第1位啊！哇，从洞里面出来了，哇，大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看一下出来的这个坑儿，哎。从另一个口出来的啊！刚才是从那个下面，从那里进去的。看，我们现在出来的地方位于它的上方，前面是那个矿坑。参观完了，第一感受啊，就是个高的人可能当不了矿工，里面那个通道比较矮。去还大衣吧，大衣是租的，20块钱一件啊。里面温度确实比较凉，就像是冰箱的那个冷藏室一样。对面那里就是3号矿坑，离那里不远的地方就是这个著名的额尔齐斯河，这条河流到俄罗斯，最后注入北冰洋了。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大桥，这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参与设计并建造的这个桥，从矿洞里采集的矿石通过这座桥就运走了。这个额尔齐斯河它是国际河流，流到俄罗斯嘛。据说在200多年以前啊，俄罗斯在这个下游的河床里分析这个泥沙呀，它们的含量，就猜测到这个河的上游存在一个大的矿呢。所以很早呢，他们就以旅游的这个名义来到这一片地区开展这个考察了。后来果然在这里发现了科克托海这个大的矿脉。河流的这边就是可可托海小镇，这个镇子不怎么大，但是可以想象到当年采矿的时候，这里非常的繁荣。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可可托海景区，那个景区很漂亮。以前呢，因为一直这个地方是保密的，所以那个景区也不出名。现在这里开放了，景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那夜的月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大家好，这里是新疆的可可托海镇。昨天去可可托海景区玩了一天，比较累，直接在这镇上找了个酒店住啊。这个房间呢还不错，还有早餐，有停车的，有个大窗户。正对的出去呢，就是那个可可托海3号矿坑，就是挖宝石、挖很多矿的那个坑啊，就在我对面这个山上呢。哇，这个酒店的位置真是太好了。这么大的院子，随便停车，我的车就停在这里啊。今天要开车去那个阿勒泰了，然后明天去喀纳斯河木那边转一下，从这边开车过去也要4、5个小时呢。昨天这个房间不错啊，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镇上，这个住宿条件还挺好的，150一晚上啊，有早餐之类的。我又是开的这个2个床的房间啊，因为这个房间比较便宜，1个大床的比较贵。小李就住在我对面这个房间，去看一下。小李收拾好没有？我操，小李住的这房间真乱呐！你这东西咋这么多呢？小李牛逼死了，还把脚翘在桌子上。哇，这是昨天晚上吃的方便面吗？哇，洗的衣服就挂在这个上面是吧？这里没有空调的，冬暖夏凉，不需要空调。这个地方，今天又是考验你驾驶技术的一天。怎么样？这2天跟我出来玩了有10来天了吧？感觉怎么样？学会了好多东西啊！我一开车呢，大海老师就在睡觉。那呼噜打的呀，我的妈！我可不打呼噜好吗？你晚上打呼噜。对，好多网友都问我们为什么要一人住1间房呢？为什么这1间房不能住2个人呢？就是因为你晚上打呼噜，我都睡不着，所以必须一人住1间。大家以后别再问我们为什么开2间房了，再问就是不差钱。小李是富二代，小土豪啊，好吧，赶紧收拾，我们要出发了。小李天天上车下车，拿着他这个大箱子，然后又是书包又是袋子，还有一个腰包，然后还买的好多的零食，旺旺雪饼啊，什么海底捞这个的火腿肠。我去，来看，给大家看看你这箱子里放的是啥？这么大个箱子，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面膜呀！小李打开看一下，来，来，啊，那边是换洗衣服啊，看，还专门拿着一双鞋，这里面是各种面膜之类的。这边呢？啊，这边也有一双鞋，哇，你看。他是专门拿了2双鞋，还3双呢，这还有1双鞋，然后自己还穿着1双鞋，你这出来带着4双鞋，我这也是服了。这个鞋好贵的啊，什么？这个是 AJ 啊，这个鞋多少钱1双？1000多块钱吧。啊，这天天在这箱子里还拿这个带着封起来，舍不得穿啊。咋舍不得穿呀？爬山不穿这个鞋干啥？那拿出来穿嘛，天天在箱子里放着。出发啦，可可托海，再见啦，拜拜。这边的风景是真漂亮啊，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
这个带什么带的？不知道现在带成什么样子。辛苦了。好，再见。加油，加油。我知道，并不是耕耘就有收获。当泪水流干后，生命还是那么脆弱。开车到达了一个服务区，在这停了休息一下。哇，这地方没有手机信号啊！哎呀，这新疆真是太广阔了，这个路一直都是直直的走，好容易犯困呐。这个服务区连个加油站都没有啊！来新疆开车一定要见到加油站就把车加满油，不然路上很容易加不到油啊。前面就到布尔津啦，开车又是4-5个小时啊。布尔津县城到啦，这个地方距离喀纳斯还有2个小时的车程。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县城了，明天一早开车去喀纳斯。到县城先做一个核酸啊，做核酸这里排队的人是真多呀。看这个后面啊，那里还有2个大巴车呢，那都是明天要去喀纳斯的游客，所以在这里做一个核酸。这么多人啊，只开了2个窗口啊。这边的房子都是什么风格呢？尖尖的这个顶啊，俄罗斯风格吧，这个也是。这小楼是真漂亮啊，确实是俄罗斯风格。你看这里写的中俄老码头风情街，因为这里离俄罗斯很近了。哇，俄罗斯大酒店，这名字起的啊，全都是俄罗斯风格的小楼。我们今天晚上就住这边啊，这个楼看着也挺壮观啊。王总，又是开了好几个小时啊。今天晚上住这个酒店，从外面看着还不错呢。小李又是大包小包，哎呀，这干啥？这摆造型啊！今天我俩的房间又是最尽头的这2间，先看一下小李的这个房间啊。哇哦，快把窗帘拉开啊！窗帘是自动的啊，太棒了！又是2个床的房间。不知道为什么新疆这边就是2个床的便宜。看对面那个楼挺漂亮的吧？一会儿到那里的额尔齐斯河转一下。我们从上游的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那个科克托海镇来到中游的这个城市了。去看看我的房间，我今天在对面呢。开，哇！卫生间，窗帘也是自动开了，也是2个床的房间。我这个是朝北的，小李那个是朝南的，车子就停在下面。酒店还不错呢，这边还有一整排的沙发。哦，这里是一个功夫茶具，可以坐在这窗边喝点茶呀。哎呀，2个床啊，我看看啊，这个床垫子还挺硬的。我喜欢睡硬床啊，软床休息不好的。它这个唯一不好的就是铺的地毯，地毯很不好清洗的。卫生间 ，Hello， 这个房间这么好啊，152一晚上，还有早餐呢。明天早点吃个早饭，我们早点去喀纳斯景区啊。走，现在我们去河边转一转。我们酒店的外面还有一个俄罗斯套娃呢，我上回在内蒙古那个地方见过那个套娃。快往这边看，远处还有晚霞呢，那天边都红了。这旁边就是额尔齐斯河啊，从科克托海流过来的。来，找这个河边走一走吧。刚吃完那个麻辣烫，消化一下。这里风景也很漂亮啊。小李，期待明天的喀纳斯之行吗？非常期待。喀纳斯应该比这里还漂亮。对啊。好，就拍到这里吧。大家点赞啊，拜拜。